1984年3月7日，黑莓成立；1976年4月1日，苹果成立；1946年5月7日，索尼成立。距今过去了有27000多天了啊，似乎已经很久了。而在33000多天前，也就是1928年的9月25日，摩托罗拉成立。距离100年老字号啊，这个品牌目前也就只差8年了。但是摩托罗拉也并不是手机历史之中最为长远的品牌，因为有这个诺基亚早在1865年就成立了不过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做手机呢。回溯过往啊，这个摩托罗拉的一生呢，更像是一个传奇。吴军博士也曾在他的书中呢这样描述过摩托罗拉：没落的贵族。作为曾经的技术和品质的代名词，甚至有资格来嘲笑索尼品质低廉的公司。现在再看这些文字，显得那么的合适和惋惜。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小白测评手机简史系列第13期，我们一起走进摩托罗拉的故事。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特别感谢，不要下次一定了啊！本视频由小白有品 APP 独家赞助播出。谁说买二手没保障？买精品二手机上小白有品，3天物流退货，180天保修，国行正品，价格公道，闲置手机也可以好价回收。小白有品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一切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920年，那一年，保罗·加尔文前往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寻求工作，并尝试成立自己的公司，但是大多都没能成功啊。直到1928年，他与自己的兄弟约瑟夫·加尔文决定再次创业，成立以兄弟俩的姓来命名的加尔文制造公司。由于保罗·加尔文就职于一家蓄电池公司，所以新成立的加尔文公司也以制造电池材料设备以及可以使用电池或者插座供电的 Victria 品牌收音机为主。这个时候的加尔文公司只有5位员工和$565的运营资本。生不逢时啊，1929年，美国迎来了第一次经济大萧条，加尔文公司深受影响，业务受挫。为了能够维持下去，加尔文兄弟决定进军汽车无线领域，开发可以在任何汽车上使用的廉价收音机产品。这个车载收音机品牌就是摩托罗拉。摩托罗拉其实就是代指汽车的英文单词 Motor 与原来品牌名的词尾 Rola拼接在一起，而 Ola 也是当时美国品牌常用的后缀，比如可口可乐 Coca-Cola。1930年，加尔文公司迎来了第一个重大突破，可以消除引擎盖静电干扰的车载收音机。由于当时的车载收音机都非常容易受到静电干扰，导致杂声不断，而加尔文公司的产品成功的避免了这个问题，而大受欢迎。直到1936年，加尔文公司累计销售了150万台车载收音机。随后，加尔文公司又推出了一款面向警方的调幅车载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可以预设特定的频道，并且首次引入了调谐旋钮的设计，也使得这款产品在军方和警方大受欢迎，并且被广泛使用。最终，出色的产品让加尔文公司度过了大萧条时期，一步步走向辉煌。但是摩托罗拉就和三星一样啊，发展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坎坷和辛酸，因为二战来了。1939年，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在战争之前，美军就已经意识到了无线通信的重要性，并且成功研发了当时的第一款步话机 SCR-194，研发的团队之中就有摩托罗拉工程师的身影。1940年，受军方委托，加尔文公司开始了研发新一代的步话机产品 SCR-300。相比于194 ，300支持了收发一体，有效沟通距离可达到12千米之多，极大的方便了战场通讯和指挥。唯一的问题就是太重了，足16公斤，只能背着使用，所以叫背负式步话机。而为了解决便携的问题，加尔文公司再接再厉，在1940年研发了全新的 SCR-536，而研发负责人就是当时加尔文公司的总工唐·米切尔。全新的536由于压缩了体积，通信距离最远也只有2000米不到，如果在树林之中也就只剩下300多米了但是体积的压缩极大的减少了重量虽然说也有4斤多，但是已经可以手持使用了，所以也换了个名字叫手提式对讲机离手机的形态已经很近了整个二战期间 SCR-300 累计生产了5万台， SCR-536 超过了13万部。这些无线通信设备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也曾经先后5次授予摩托罗拉3等奖章，加尔文本人也在1946年被陆军部
授予了奖状。而加尔文公司也随着美军闻名世界，并且积累了大量资金和技术。在1946年，摩托罗拉发明了汽车电话。同年的10月2日，贝尔电话公司启动了车载无线电话服务，并用摩托罗拉的设备打出了第一个电话。1947年是摩托罗拉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年啊！在这一年，加尔文的儿子罗伯特·加尔文加入公司。由于摩托罗拉品牌的风靡啊，以至于人们都忘记了公司是加尔文制造啊。于是这一年，加尔文制造公司正式更名为摩托罗拉。其实这种事并不罕见啊，就比如说松下也是从原本创始人的名字 Matsushita 改为了品牌的名字 Panasonic。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一年摩托罗拉还推出了旗下的首款电视产品啊，这款当时售价$179的产品远低于当时其他同类型的产品，一年就销售出了10万余台，让摩托罗拉一跃成为当时第4大电视生产商。这让摩托罗拉重新打入了民用级别市场，并且将业务重点也转向了民用。1955年，摩托罗拉推出了全新的品牌标志，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首字母 M 型的 logo， 2个高高的三角顶端寓意着摩托罗拉领先进取的意思。隔年，34岁的儿子罗伯特·加尔文出任摩托罗拉总裁，2年之后继任公司董事长，从此摩托罗拉进入了罗伯特时代。而罗伯特·加尔文也用事实来证明了自己的优秀啊！如果说创始人加尔文将摩托罗拉推向了全美，而罗伯特则是将摩托罗拉推向了全球，当然这是后话了。1958年 NASA 正式成立，而摩托罗拉也成为了 NASA 的首批供应商之一，为1962年的金星探索项目水手2号提供空间通信设备。遗憾的是，创始人保罗·加尔文没能见证这个历史啊，在1959年就与世长辞了。而在这段时间里，摩托罗拉还发明了首个商用大功率晶体管，世界上第一台无线寻呼机，第一个长方形彩电显像管，并且成为了行业标准，以及世界上第一台全晶体管彩色电视等等等等。1969年会是摩托罗拉历史上最为光辉的时刻啊，因为这一年的7月20日，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而阿姆斯特朗的那句“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就是通过摩托罗拉的无线电设备传回地球，传向世界的。这个时候呢，摩托罗拉就是无线电的代名词，是整个行业的领导者和探索者。进入70年代后，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平发展，通信行业开始重新重视民用市场，各家都在角逐第一。比如隶属于埃塔的贝尔实验室就和摩托罗拉针锋相对，想要拿下第一。结果我们都知道啊，小白测评手机简史第一期开篇我们就聊到了1973年的4月3日，摩托罗拉的马丁库帕在纽约曼哈顿的街头，用世界上第一台手机打给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的乔尔恩格尔，宣告了摩托罗拉的胜利。从此摩托罗拉才真正的进入了我们熟悉的时代。但是和我们手机简史第一期说的一样啊，虽然原型有了，但是摩托罗拉真正推出的第一款商用手机却是1983年推出的 Dynamic 8000X， 重794克，售价$3995，当时约合人民币32000元。看时间啊，1983年啊，那个时候还没你呢吧？从研发到销售，这一步耗费了摩托罗拉整整10年的时间。而6年之后，摩托罗拉发布了 Microtech， 当时最小最轻便的手机产品，它采用了下翻盖的设计，长9英寸，重349克。虽然体积小巧了，但是售价并没有减少，依然还是$3995。而1973年到1989年之间，摩托罗拉还将电视业务出售给了松下电器，结束了车载收音机业务，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微处理器 MC6800， 与日本东芝合作研发专业微处理器技术，推出自动化寻呼机等等等等。而1979年推出的68000通用微处理器，地址总线宽度达到了24位，可以管理16兆内存。你不懂没关系啊，你只需要知道同期英特尔推出的处理器只有16位地址管理宽度，只能管理64KB 的内存，是摩托罗拉的256%。最终摩托罗拉的微处理器应用在了苹果公司的第一代 Mac 上，而这些成功都是因为创始人之子罗伯特·加尔文。由于当时的摩托罗拉几乎没有什么外部竞争啊，这个自己是老大，但是一家公司绝对不能死于安逸，于是罗伯特决定创造内部竞争。而通讯部门和半导
导体部门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迅速壮大，成为了行业先锋。从1959年到1990年，摩托罗拉年收入从2900万美元激增近110亿美元，跻身全美50大公司之一。但是对于摩托罗拉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能打入日本市场。于是摩托罗拉看中了另外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市场——中国。他相信人口众多的中国市场一定会超越日本。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个罗伯特造访了中国，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最终，政府同意了摩托罗拉在中国建厂的要求，但是附加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必须培训中国的员工和供应商，教会他们如何制作产品。其实罗伯特明白这是引狼入室，注意是加引号了最终呢，他们会学走自己的这个技术，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最后，事实证明，摩托罗拉确实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手机通信技术人才。AMD 公司大中华区的前任总裁郭可尊，现任苹果公司亚太区副总裁卢雷，锤子科技的前 CTO 钱晨等等等等，都在摩托罗拉担任过要职。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也就有了摩托罗拉是中国手机的黄埔军校的名号。罗伯特当时认为中国这个市场足够庞大虽然知道用意，但是也值得放手一搏。1987年，摩托罗拉进入中国，并首先在北京设立办事处。1992年，摩托罗拉在天津开发区投资1.2亿美金建设生产基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个外资独资和外资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从此，摩托罗拉和中国埋下了不解之缘。几个关键词1992年1.2亿美金放在现在也不是个小数。第二年，摩托罗拉就在中国推出了第一部中国市场的移动电话摩托罗拉3200，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大哥大，重530克，售价2万元人民币，入网还需要数千元。但是这个大砖头却是多少人曾经的梦想拿着它，你都不是这条街最靓仔，你是这条街绝对的大哥。这个时候摩托罗拉是真正的无所畏惧，也是它历史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但是引领摩托罗拉迈入巅峰的内部竞争，却也成为了内部的一颗毒瘤。看过上一期 HTC 和索尼简史你应该明白内部竞争玩不好，最终会演变成没有意义的勾心斗角，彻底瓦解一家公司。罗伯特虽然引领摩托罗拉走向了辉煌，但是也为公司留下了一个难以填满的大坑。但最先将摩托罗拉带入深渊的，并不是内斗，而是一星计划。而这个计划呢，起源于一个想法。1985年的一天，摩托罗拉工程师巴里·伯林格的妻子在度假时抱怨无法使用电话于是巴里迸发出一个疯狂的想法，利用卫星实现全球性的通信。虽然这个计划被巴里的主管拒绝，但是却被老大罗伯特相中。他觉得以当时的摩托罗拉，无论是技术还是财力，都足以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于是摩托罗拉给自己挖下了第二个大坑。一星计划和传统的同步卫星系统不同，简单来说，传统通信卫星是高轨道同步卫星，相对于地面，卫星的位置是不变的，距离地面也非常远。而一星计划是由77个低轨卫星组成的覆盖全球的通信系统，相比于同步卫星体积更小，同时手机这边受限于体积也不可能和3万多千米之外的高轨道同步卫星通信，而低轨卫星则无需担心这个问题。1991年，摩托罗拉联合了几家投资公司，正式启动了一星计划。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由于金属元素1有77个电子，所以这项计划叫一星计划虽然后来卫星的总数被降到了66个，但是这个名字传承了下来。你并不需要了解这么多，你只需要知道摩托罗拉是超前的，不仅仅是这个想法，仅仅让66颗卫星可以相互通信的星际链路技术，在当时也没有几家公司可以实现。而从1996年的第一颗一星上天，摩托罗拉也仅花了2年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66颗卫星的部署。那一年，一星系统被美国大众科学杂志评为年度最佳产品之一。用这个系统的一星手机，第一次实现了在地球的任意一点打到地球的任意一点，除了海底可以全球 N 到 N 通信。1997年，加尔文家族的第3代继承人罗伯特·加尔文之子克里斯·加尔文正式代替了他的父亲，成为了摩托罗拉第3任 CEO。1998年，这个砸了近63亿美元的计划终于从构想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的11月1号，一星计划正式提供服务的第一天，克里斯和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打通了第一个一星电话，而电话那头是当时的美国地理学会主席、电话发明者亚历山大·贝尔的曾孙格罗夫纳。这个听起来屌炸天的计划结果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个1999年8月13日，一星公司正式向纽约联邦法院提出了破产保护。半年后的2000年3月18号，一星计划正式宣告破产。而2001年，一星公司被一家私募基金公司买下，只花了2500万美元不
到一星计划投资的1%。但是这家和摩托罗拉没什么关系的公司，却将一星公司起死回生，在2007年实现了近3亿美元的营业额和500万美元的利润。2011年净利润为3970万美元，营收为3.843亿美元。同年，一星公司还计划和 SpaceX 公司合作，完成第2代一星系统。对，就是当代钢铁侠马斯克的龙飞船那家公司。这咱们就不多展开了啊，后边有机会再聊。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整个一星计划无论是从创立、运筹还是实施，都是罕见的成功。而整个一星计划之中也诞生了大量的重大技术发明。在吴军博士的《浪潮之巅》这本书里边，他也这样描述过：我常常想啊，我们这些被称为高科技公司的互联网公司做出来的东西，和一星系统相比，简直就像是玩具。但是从商业上来讲，一星计划从开始似乎就是失败的。首先是成本过高啊，单价过高。1998年，一台一星手机的价格就高达3000美元，而话费更是恐怖啊，高达每分钟3到8美元，几十块人民币1分钟啊，打个电话可谓字字黄金。由于技术推进没有那么快啊，成本一直降不下来，这最终限制了一星计划的用户规模。需要65万用户才能维持运营的一星，最终也只获得了5.5万个用户，甚至不足以支付每个月4000万美元的贷款利息。好在摩托罗拉凭借自己的地位拉到了近50亿的投资，摩托罗拉自己仅亏损了投入的10亿美元啊，还是非常精明的啊。但是一星计划让摩托罗拉亏损的不仅仅是这10亿美金这么简单，还有走向未来的目光。因为数字通信时代来临了，内部的斗争最终分裂了部门的团结。摩托罗拉内部的手机部门和网络部门越发的脱节了。在网络部门坚决要跨入数字信号时代的时候，手机部门却执着于模拟信号，因为这个时候还是摩托罗拉天下。美国市场60%的移动手机都由摩托罗拉进行制造。1994年，摩托罗拉收入220亿美元，净利润20亿美元，其中13亿来自无线业务。现在看来，这些数据在当时多少蒙蔽了手机部门的眼睛，让他们没有看到未来。虽然1991年摩托罗拉就在德国的汉诺威展示了全球首个使用 GSM 标准的数字蜂窝系统和电话原型。这期间，另一家公司悄然崛起，大家都知道啊，就是诺基亚。1997年，诺基亚超越摩托罗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手机制造商。而在这个时候的摩托罗拉还沉浸在一星计划里不可自拔，一步错步步错。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摩托罗拉受到重创。克里斯担任 CEO 的7年里，公司股价下跌近40%。2001年911袭击，2003年 SARS 疫情让公司国际供应链几近停滞，给销量造成了巨大损失。2001年这一年，摩托罗拉的收入猛跌近80亿美元，总收入额300亿美元，到最后亏损近40亿。为了拯救公司，克里斯决定从15万员工中直接裁员5.6万，1/3啊，但是依旧收效甚微。而其他的产品方面，计算机处理器业务，摩托罗拉最终败给了英特尔。其产品的技术和性能上，摩托罗拉并未失败，只是商业层面从来不光是技术说话。手机件事咱们这就不展开了。而数字信号处理器上，摩托罗拉最终败给了老牌对手德州仪器，而这个确实是败在了技术上啊。最终，半导体部门被迫分离了出去，在2004年单独上市，就是当时的菲斯卡尔。而后来的菲斯卡尔在德州仪器和高通公司的双重挤压下，业绩依旧不佳，也没能逃过被收购的命运。而在这一年，克里斯也被迫退休啊。克里斯决定卖出持有的所有股份，从此摩托罗拉和创始加尔文家族失去了最后的联系。而之后上台的 CEO 是原 Sam 公司的 CEO 爱德华·詹德。对于当时的摩托罗拉，爱德华曾经开玩笑啊，上班的第一天就哭了啊，但是没多久，爱德华就笑了啊。虽然克里斯走了，但是他离开之前组织研发的手机，短暂的拯救了摩托罗拉一命，就是 Razr 刀锋。耳熟能详的就是 V3 了，我的第一台手机。Razr 这一词呢，其实就是 Razr 变形而来的，而 Razr 本身就是剃刀的意思。摩托罗拉希望通过这个词来表现这个系列的薄和金属质感两个特点，而刀锋的中文翻译颇具神韵啊。13.9毫米的机身后座在当时甚至超越了很多直板手机。当初那个卧室慢慢折叠成一部薄薄手机的广告，给用户带来深深的震撼，依旧是经典广告之一，不亚于乔布斯当年从牛皮纸袋里边拿出 MacBook Air。最终 V3 销售了1亿3000多万部，成为了史上最畅销的手机之一。2005年，摩托罗拉推出了又一代经典 L7 直板手机。摩托罗拉将所有 Razr 的设计元素都融入到了这款 L7 之中，并且成为了同样畅销的产品。而该系列的 L7E 和 L9 分别在2006年和2007年发布。依靠 V3，
摩托罗拉在2005年利润翻了1倍，手机出货量增长40%，止住了迈入悬崖的步伐。短暂的成功又有点蒙蔽摩托罗拉的眼睛啊！随后的岁月里，摩托罗拉再也没有技术向的新品，而是选择了吃老本，和自己曾经鄙视的诺基亚和三星一样啊，在已有机型的外观上大修小补啊，推出了 V3i、V8、V9 等等产品。而这块可以说是摩托罗拉在功能时代最后的辉煌了。当然，这些或许都不是最坏的决定，因为最糟糕的决定是和苹果合作。其实是乔布斯主动提出的啊，一起研发一款可以使用苹果音乐服务的手机。而爱德华表示，除了苹果，想不出还有谁能成为合作伙伴。最终真的有点引狼入室了。而这款合作的手机叫 Rocker， 在2005年推出。发布该产品的乔布斯将其称作为你手机上的 iPod Shuffle。爱德华以为和苹果合作可以让摩托罗拉重回巅峰，就像是曾经在中国建厂一样啊，摩托罗拉也教会了苹果如何制造手机。2年后的2007，苹果推出了 iPhone， 而摩托罗拉还在卖 Razr 功能机。摩托罗拉并不是没有预见智能机的未来啊，在2006年的时候，Moto 就推出了触控智能手机 A1200， 它是一款内置了 ORC 文字识别的手机，透明的翻盖设计成为了后续很多厂商抄袭的对象。但是摩托罗拉还是慢了一步，因为系统。Moto 并不是没有想过自研，只是最后错误的选择了 Java。2004年原型机研发出来的时候， Java 惨不忍睹的速度让 Moto 果断选择了放弃。而摩托罗拉尝试基于 Linux 通用平台研发系统的时候，已然没有了精力。而此时安德鲁宾的团队已经在 Linux 手机平台上取得了巨大突破，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被谷歌收购，没错，这就是安卓。而这个时候的摩托罗拉因为华尔街资本的入侵，手机业务被剥离了出来， CEO 也从爱德华换成了格莱格布朗，而这一次还多了一位辅佐 CEO， 他就是前高通公司的 CEO 桑杰 K 加。而桑杰也确实拉了摩托罗拉一把，因为在董事会都支持摩托罗拉选用 Windows Mobile 系统的时候，桑杰坚决地选择了安卓。2009年摩托罗拉 Droid 系列智能手机问世，我们最为熟知的便是 Droid 的 WCDMA 版，代号里程碑。这款手机创造了74天105万台的销售奇迹，使用侧滑全键盘设计，搭载了安卓 2.0 和德州仪器的3430 CPU， 也是当年我自己的梦想机啊。这一年在国产市场还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同步一下时间线啊，国产的首代智能机魅族 M8 来了。2010年的摩托罗拉 Droid X 摒弃了键盘的设计，屏幕加大，尺寸也有提升，但是厚度在当时来说并不出众，并没有引发潮流。引发潮流的是2011年 Droid Razr Max 7.1毫米的超薄机身，4.3寸大屏，配合 1.2G 双核 CPU 和1G 内存，以及让人印象深刻的凯夫拉后盖，成为那一年的机皇。这可以说是摩托罗拉在智能手机最后的辉煌时刻，因为这一年的8月16号，谷歌花费125亿美金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2012年5月，谷歌正式接管摩托罗拉移动，最终谷歌对摩托罗拉进行了大裁员，近2万人离职，只留下3600多人。而在国内，中国各地的摩托罗拉研发团队也陆续解散，不愿离弃的员工甚至拉起了条幅来抗议摩托罗拉，成为那段时间科技圈难以忘记的记忆。一个帝国倒塌了，但是这个帝国并没有彻底认输。2013年8月，独立运营的摩托罗拉发布了被收购后的第一款手机 Moto X 首创的个性化定制服务。你可以在购买网站自定义选择后壳材质，包括竹子、凯夫拉、木纹等等等等。是的，摩托罗拉才是多材质贝壳的开创者，一加是个跟随者啊。而 Moto X 终端的配置和高昂的价格并没被市场接受，即便后面一降再降啊，也没能挽回市场。2013年，小米发布了子品牌红米，同时完成了新一轮的融资，估值100亿美元。最终2014年1月，联想宣布以29.1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不及当时谷歌收购价格的1/4，但是谷歌这边保留了大多数专利。而作为合作，谷歌授予了联想专利许可。10月30日，联想正式完成了收购。而菲茨卡尔在被恩智浦收购之后，2015年的12月，菲茨卡尔的品牌被正式停用。自此，曾经站在无线电通信之巅的帝国彻底崩塌了，只剩下了摩托罗拉的空壳品牌延续着曾经的香火啊。虽然之后的岁月，摩托罗拉依然推出了大热的 Moto 360手表、Nexus 6、Moto X Style 以及去年让机圈眼前一亮的 Razr 折叠屏手机等等等等，但基本都没能引发潮流，也很少有真正大规模量产销售的产品。回看我们自己啊，小白测评频道里边你能看到的最近的 Moto 的手机，还是16年我们体验的 Moto X 级那款黑科技防摔屏手机。不过我最近听说 Razr 折叠屏手机将会在第2代正式登陆国内市场，真到那一天，小白测评肯定还会为你带来 Razr 折叠屏新机的体验。
回顾手机简史系列，无论是 HTC、索尼，还是曾经的霸主诺基亚，都依然在努力的活下去，多多少少吧，都依然在我们的身边。有的你看不见，有的你看得见。而作为真正的手机发明者，却是如今的结果，令人有些唏嘘遗憾。跟三星一样啊，摩托罗拉历史呢，我们只是聊了冰山一角。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我们在本文中也提到过几次的吴军博士的《浪潮之巅》这本书里边，除了有摩托罗拉，还有英特尔、惠普等等公司，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些内容呢，我们也引自此书，特别表示感谢。而摩托罗拉的兴衰不仅仅是内部矛盾啊，生不逢时、超前的概念、商业环境的变化，也让摩托罗拉的失败看起来无可抗拒。我们现在回看啊，这似乎也是无论什么历史都逃不过的最终真相。没有人可以长盛不衰，也没有人可以永做第一。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记录下这一切啊，在未来摩托罗拉的品牌消失的时候啊，我们还记得摩托罗拉曾经有过如此辉煌的岁月和成就，因为它是手机的发明者。这或许就是我们手机简史系列存在的意义吧。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摩托罗拉。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下期你想看什么呢？欢迎弹幕走一波啊！手机简史系列呢，我们现在存活的，或者说这个活跃在我们身边的品牌已经聊得差不多了。我们从 HTC 开始呢，到后面就是一些这个没落的品牌，这个昔日的霸主吧。其实这里边要展开的事儿还挺多的，这个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最后还是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多多3连支持一下本系列，特别感谢大家，点个赞，不客观真甜，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记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